哎，有吗？有吗？有了。OK。Hello，对不起，刚才有一些连接上的失败。对，希望这一次就是稳稳的。嗯，来，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Hello，大家好，我是 Aiden 孙正，在双城里面饰演陆枫。大家好，我是 Elio 吕思彤，在双城里面饰演程逸晨。然后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呢？就是因为双城的第1和第2集，它都在 YouTube 上突破了100万的这个观看量，然后也是想感谢一下在 YouTube 上面观看双城的观众朋友们。对，大家来支持我们，我们非常感谢。而且因为这是 YouTube，所以也得用英文说一次。Hi everyone, this is Aiden and Elio. We portray Lu Feng and Cheng Yichen in our series titled Double Helix.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on YouTube. And today we have a live stream here, specifically meant for all of you watching Double Helix on YouTube, to thank you guys for supporting us, allowing us to hit over 1 million views per episode for both episode 1 and 2.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开始今天的内容。好的，我们了解到2位老师在双城剧集拍摄期间呢，对于角色的诠释有一些自己的小设计。那么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采访一下，想要问一下2位老师，如果用一种香味形容对方，会是什么香味？你说。我想的可能是类似于一种大海，或者说蓝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香味，你帮我想想形容词。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香味？大海和蓝天，它有那种我们每次会叫做marine note，就是那种跟大海有关的，比如说珊瑚啊，或者海带啊，或者是海水的那种盐那种味道。对，我觉得它大概是这种味道的。我呢，它肯定是那种我们每次讲的那种 citrus scent， 就是那种柑橘啊、柠檬啊，就那种闻起来又清爽，但同时还会有一股小小的太阳那种温暖的香味。好的，那2位老师在看到拍摄花絮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平时很多没有注意到的好玩的小表情？其实我当时不太知道，就是他的那个盲盒，我给大家就是给弟弟啊，或者说给秦朗啊发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他们2个做互动的时候，我是那个表情的，其实，所以我觉得我有些时候好像那种小表情还蛮多的。确实。然后我的话，我感觉我在他身边还挺那个放松的，就会做出一些我也不知道什么表情吧。那在剧组拍摄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让对方感动的事情或者瞬间呢？听一听。我的话，我是生日那天还是挺……我一猜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说这个。然后，那你说。其实生日那天也算是我的那个点，因为我其实之前没有说特别怎么给人准备过那种惊喜，然后所以我就是尽力在隐藏啊或者怎么样，就不让别人发现。然后当我知道你看到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激动和兴奋的啊。谢谢。那么，当你们2个彼此意见不合、产生争执的时候，会通过什么方法解决？
什么方法？你说什么？什么方法？好了好了好了，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吧。方法就是，对不起。就是我们好像也不会说谁特意的去哄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那有没有哪些片段是你们靠当下的感觉，不是在剧本内的内容，然后是现场自由发挥的呢？不是剧本里的内容，然后自由发挥的。其实我有一场戏，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在操场上，然后你说让谁背过去，然后你说陈奕晨，啊，然后我不是做了那个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那个变成播了吗？啊，播了，是第一集啊，然后还有什么？哦，还有，哎，但不能说，但是确实是在后面我说剪子那个，对吧？对吧？就我们其实一下子让我想的话，我觉得这两个点是对我来说蛮深刻的，但确实是还没有播到。就是有些，尤其到了后面啊，有些戏我们觉得那场戏可能需要另一种情绪上面的高度，那我们就去提出来，然后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对，我们会在想，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份情感会变得更让大家直接的领悟得到，然后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啊，或者什么。那我们了解到前2天2位去了长春嘛，在长春吃到的最好吃的和最好玩的是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吗？什么最好吃？很多好吃的，我想想，其实，在早市吃的那些我都挺喜欢的。有油条、豆腐脑、馄饨，还有长春那个叫什么来着？油炸糕，对吧？虽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可以在长春吃才能吃得到，但是我挺喜欢那个整个在早市的那个氛围。那小吕要不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长春比较好玩的地方？长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长影世纪城，然后净月潭，还有伪满皇宫，就是会有带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色彩吧。然后一定要走的就是，人民广场、人民大街，然后还有什么文化广场、建设广场，而且还有长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叫做长春雕塑公园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去长春动植物公园去看一下雪柄猴，这个在网上也非常的火，非常有名。你之前有听过吗？但为什么这次你说的这些地方一个都没带我去？时间紧张嘛，要不然我给你带你去。那你们接下来还想一起去哪里玩？接下来想去哪里玩？想要去偏南方一点。你想去热点？该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吧。那2位老师认识相处至今，觉得彼此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在拍这个戏之前，我个人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我个人的那种性格也是，假如说产生了误会或者产生矛盾，我不会第一时间去解决，会堆积在心里面。但是后来呢，我认识到了一个点，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呢，我必须要很直白的说出我此时此刻心里的想法，或者说我哪些地方不开心了，或者说怎么样，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感受得到。那你说我有什么变化？你有什么变化？
你可能就是会问我吧，怎么了，就是或者怎么样，对吧？我之前不会问你。之前，那就是后面会问的更那啥一点吗？好吧。好的，那小雨可以问一下孙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就是就是说，这个该怎么形容？我想象一下啊，就假如说你是我非常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网络热梗，想听一下孙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和回复。不是，我不了解他是问。就是就假如说我之前特别特别依赖你，然后假如说我突然觉得依赖不了你了，或者说你不值得我依赖了，哎，可以这么解读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你再问我一下。不再依赖哥哥分长大吗？那我宁愿你长不大，可以吧？可以的。那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哪些场景是在拍摄结束后仍然难以忘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有没有哪些场景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是难以忘怀的？就是拍完了之后，还是感觉自己一瞬间出不了戏。好多啊！因为今天晚上播的是第5集，对吧？对。我只能说第6集到第6集之后吧，有很多场戏都是那种出不来的，对吧？甚至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那几场戏，它都有一种瞬间被带入的感觉。所以，这个你们到后面就会知道我们现在在说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了。我的话，一瞬间出不来。哎，我不知道到没到那个片段。哎，今天好像应该正好播在那个片段，就是我当几点了？该播了。就是我听说陆枫出事了，然后我跑到医院去，那场戏没有你，是跟你姐姐的一场戏，然后那时候可能心里边会不行了，以为彻底要失去这个人。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大概拍了好多条，那个时候应该也拍了2、3个小时吧。然后每一条我基本都是热泪盈眶，因为我记得从那天下午到晚上，基本上都是哭戏，就是先从那一场戏开始，然后就是，哎，完了不能剧透了，就是他说的这场戏啊，我也是看那个做录 reaction 的时候，第一次才看到这场戏，我是很感动的，因为他是第一次有2个纯粹爱陆枫的人在为他因为你争执，但这2个人的爱都是不想让对方就很直面的。对，就姐姐对于陆枫的心疼，还有陈奕迅终于不逃跑的面对了这段，虽然已经过去4年的这份感情嘛。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误会的产生的话，2个人后边会发生什么，其实是并不知道的，对吧？对吧？对。所以反正我很喜欢这场戏。然后后面那一场戏，我们2个也很喜欢，完了到时候你们看一看吧。很喜欢。如果要一起去无人岛待1个星期，只能带3样东西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无人岛。你会不会带我？得看，还得看你的表现吧。肯定带你。那就是带1个，我看看还得带2个。那你带我吗？
我想一想，我还会但我可是当过兵的，就生存技能是有的。那我们可以吃烤肉。我可以去抓鱼，哦，可以生火，哦，那就是可以烤要鱼给你吃。那你要带的话要带什么？我也会抓鸡。会带什么？肯定要生火，这个是最重要的。嗯，然后希望有那种源源不断的水源吧，在生存的时候，就能喝的水是吧？能喝的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可以带那种很大桶的水，不然就是那种净水器。我们在野外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就会带那种过滤的，不是，它像是一个药，哦一个小一颗那种小小的药，你就放进那种河里面的水源，那个就可以净化那些河水，这样你就可以生存下来。行，那你要带那个药的话，我就带个盆儿，行吧？因为你放那个水里面很容易被冲散啊，或者怎么样，我帮你带个盆儿就可以，这些就固定住了。这盆我可以用叶子做啊，那也带自己行。行，开玩笑的。那你还有一个，那你还想吃什么？就岛上没有的，你就带那个就行。得带点甜的。带把刀吧。哦，带把刀。对，像看起书里。行，看东西。行，好了，3个完了。好，那其实刚刚孙老师3个都已经分享好了，然后小吕这边的话是要带孙老师还有一个盆儿，其实你这边还有一个名额。哦，我这边还有个名额，我想要带。不带盆了，对吧？让我想想，带啥呀？带，你帮我想一想。现在有刀，有水源，有火。那得带一个厚一点的那种防水的外套。哦，对，带衣服，要不然冷怎么办，对吧？你知道我们当兵的时候最不希望的是，你睡觉睡到一半，突然间就来一个倾盆大雨。哦。所以要有防水。哦，那我知道了。如果都带这种衣服的话，那肯定还要再带一个大的那种大棚帐篷吗？对，好，好的，那2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喜欢对方什么样的穿搭？你说。你不要把这拿过来。哦，我以为，没事。我喜欢，我喜欢，其实我觉得他的衣品都很好，对吧？所以说我没有说特别那个啥的，对。那孙老师喜欢小吕什么样的穿搭呢？你喜欢你就拿过来呀。他穿什么都挺好看的。好的，下一个问题是问孙老师的，在第一次看到陆枫的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是觉得这个角色只是性格复杂吗？还是认为陆枫这样做是有隐情的？哇，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首先，就陆枫做的很多东西，可能确实会很过分，对吧？但是，你这回答也太干脆了。但我相信陆枫做的每一件事，他的初心，他的推动力，就是为了爱。我一猜你就要这么回。他就是爱陈晨。我知道双城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原小说，
了解小说里面的陆枫是某种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有很多平行世界的话，我希望观众能够慢慢的认识，也喜欢上我们这个世界的陆枫和陈奕迅。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吕，在拍摄最新的场景的时候，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情感负担？其实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我有回答过，就是我一开始在围读剧本或者说我在看小说的时候，我不太能够 get 到，因为什么点他就突然的哭了。然后当后来我拍的时候，大概也不是说大概吧，我就完全能够切身体会到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一些生不得已，一些被迫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行为吧。因为在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最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内心纠缠或者说怎么样的感觉。等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我老师说，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情感负担？在拍摄这种虐心的场景的时候？其实会，尤其是在当时，干嘛？尤其是当跟妈妈或者说跟陆枫一些重要的一些情感转折或者怎么样那些点，我也不能细说，因为我一细说我又要剧透了。那你通常是如何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的呢？其实，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好像没有说给我太多的一个缓和的时间来缓解自己，就要马上进行到下一场戏。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孙老师，在看原著小说的时候，陆枫哪个地方最吸引你？陆枫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真的很直接、很干脆。就是其实陈奕迅身上啊，他就是因为他有担当，他有责任感，所以会被很多得去思考很多事。陆枫相对来说是一个活得更干脆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小陈的痛和小陈做出的很多决定。那也因为这一点，我也非常庆幸陆枫能那么的笃定，那么的勇往直前。好的，那其实我们刚刚的这个问题稍微有点沉重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玩一个轻松一些的小游戏。好，我们来玩一个默契2选1的游戏。默契2选1。对，规则就是我来说2个词，然后你们同时回答，然后看大家选择是否一致。好。好，那第一个问题是，奶茶还是咖啡？奶茶。咖啡，sorry， 咖啡，sorry。第二个问题是，熬夜党还是早睡党？熬夜党。第三个问题，火锅还是烤肉？火锅。烤肉。第4个问题，社牛还是社恐？社恐。终于有一个一致的。第5个问题，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日久生情。第6个问题，被照顾还是照顾别人？照顾别人。说了。
第7个问题，猫还是狗？猫。狗。猫。那偷偷吃醋还是当场吃醋？偷偷当场吃醋。那本人更会撩还是角色更会撩？角色更会撩。没有，因为我是觉得陈奕迅就是一个可能不知道干嘛，然后就会引起别人的一些可爱的一些点，因为让别人喜欢上。你觉得呢？孙老师的回答是？什么？本人更会撩还是角色更会撩？你还是陆枫？我觉得两个都挺长，两个都不怎么会聊。好的，片场是安静派还是气氛组？气氛安静。对视10秒还是10指紧扣？10指紧扣吧。那两个都可以操作一下。10指紧扣，然后再对视10秒。1、2、3、4、5、6、7、8、9、10，好了。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晴天还是雨天？雨天。好的，非常感谢2位老师。那我们今天的提问就到此结束了，2位老师可以跟粉丝朋友们再聊一下。如果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可以现在在留言区给我们发一下，英文也 OK。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此时此刻我们的剧也刚刚更新，然后如果你们要是想要及时看剧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来看一下他的那个评论？好，我们一定会注意休息的。谢谢。哇，真的有好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来看我们的剧，还是很开心的。我刚看到有就是什么柬埔寨，还有印尼、菲律宾，还有印度，缅甸。今晚吃饭了吗？其实刚刚吃过，谢谢。吃过了1口，但是我觉得我一会儿可能会再吃一点吧。还有菲律宾的粉丝，还有新加坡的粉丝。他有人问我说：“你听过新加坡英语吗？”听过。当时他来新加坡的时候，就是我只要跟团队的人说话，他是不是听起来会跟你所熟悉的英语有点不一样？他在非常努力的学英语当中，每天都会去打卡。对，但是效果的话，没事，这种东西慢慢来。我还有法国的朋友，印度的朋友，越南。那那我觉得我花几分钟跟他们说声好的。对。So basically, we do understand English, and thanks for tuning into our live stream. It's been 30 minutes. We hope you enjoyed the simple Q&A as well as the little game that we had earlier on. Those are just ways to, show you
share more about our personalities with you guys. And once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upporting Double Helix episode 5第5集。刚刚播出。Right, so we just released episode 5. Episode 6 is coming out tomorrow. There is a lot of stuff happening in these 2 episodes. So if you're very inv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Feng and Chen Yichen, please make sure to continue to support us. And you can also subscribe to this YouTube account, which is our official Double Helix YouTube account. Here, you can get access to the latest episodes as well as all the BTS that's being released on a daily basis. So we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f our international fans can continue to show us love and support. 反正我就跟他们说第5季第6集那个要播出了，然后这是我们那个双城的官方 YouTube 频道，所以如果想看到一些独家的花絮啊，还有看到这几集，那就可以一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官方的账号。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我觉得很不友善。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石头人，我喜欢就够了。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跟大家拜拜。